风向龙配，我是谭阳龙，我是陈凤馨，我来带风向，我来跟风向，跟你晕头转向。我们现在都往小红书的方向走吗？好，这是开玩笑的话哦。不过呢，中美之间呢，其实在拜登即将卸任，川普下个礼拜一正式的就任。那么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话题都值得来观察。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在现场的2位来宾。正组合，首先呢是郭正亮亮哥，大家好，大家平安，以及蔡正元蔡真博士，龙凤好，正亮兄好，对啊，2位正兄好，都是正组合。首先呢，我们当然先要来看的是拜登即将卸任了，好，他也举行了一个卸任演说，然后他去阐述说，你看他把美国治理得多好，然后我治理到的结果呢，你会看到说呢，中国经济永远无法超越美国。好，这个永远这个话有没有说得太早了一点？但是他倒是去戳中了一些人现在呢很担心的一件事情，他警告寡头政治，指的就是那一些有钱人现在呢正在占领美国的华府，然后呢影响美国的政治，大家要小心注意。好，那这个是呢他提出来的警告。所以我们这段期间可能就要特别来观察19号跟20号的 TikTok， 因为呢，在去年呢，美国的国会所通过的 TikTok 禁令，它执行的时间点就是1月19号。那 TikTok 呢所做的司法努力呢，到这个1月10号的时候呢，再开庭。这个最高法院目前看起来啊，最高法院的意见是要维持这个禁令，所以1月19号呢，很可能 TikTok 就要关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现在美国媒体热烈讨论的就是这些不满 TikTok 要被禁的 TikTok 用户跑到小红书去了。然后他不是去这个 Meta 底下的那些社交平台，相反的跑到一个以中文体系为主的小红书，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抗议，而且他们都标注自己是 TikTok 难民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就在这一个浪潮当中，昨天 NBC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报道一则新闻说，拜登政府可能要不执行 TikTok 禁令，让 TikTok 可以在1月19号不必被禁，就是下载没有问题。好，这个是 NBC 的报道。然后我就因为这1-2天就可能要观察了嘛，当然在拜登之前，川普已经多次扬言他会救 TikTok， 只要让他上任，他就会救 TikTok。所以呢，华盛顿邮报呢报道说呢，川普的团队正在研究让川普第1天就发布行政命令，然后让 TikTok 不用被禁。那是1月20号。当然，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呢，川普的准国安顾问他已经接受福斯的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川普有办法可以让 TikTok 呢不用陷入黑暗。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传出来说周受资就是 TikTok 的执行长已经受邀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所以他也是新贵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 TikTok 出招了。本来呢，禁令只是说不能新下载，那你已经下载的可以继续运作。没想到 TikTok 呢却宣布说，如果禁令没有办法在法律上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就整个关闭，拉黑它。所以这整个 TikTok 的这个竞争，这背后到底是川普出招、拜登出招，还是资本家在出招？怎样？我觉得川普考虑的不是资本啦，考虑的是政治啦。因为民主党的媒体已经全部回魂了啦，就准备要严厉监督川普的内阁啊。那川普手上的比较亲他的媒体只有福斯跟 X， 那年轻人根本不看这2个啊。对啊，那你怎么办？其实民主党的媒体他们也不看啊。民主党媒体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会看啊，像 IG 啊、FB 啊，所以我是觉得川普是没有选择啦，不然他2年之后就准备跛脚了。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考虑是政治啊。那因为至于 TikTok 是谁经营，对他来讲又不重要，只要请我就好了。因为川普的选举证明，因为透过 TikTok， 那川普的这个30岁以下的支持度从11增加到34，这个太明显，关键性因素，这个太明显了嘛。所以我认为他没有选择啦。所以我认为上任他当天就签署紧急行政命令，就允许他继续运营。那 TikTok 这时候出招说，我干脆19号就拉黑，这一招是这样压力才大啊。当然是这样啊。这个上移到小红书的带货的还没有真的过去了，因为那个不容易了啊。那目前听说2天冲到70万人，就70万人，其实也不多，不多啦。因为 TikTok 在美国大概有1.7亿嘛，小红书我刚看了一下，它国际下载只有1000万，所以其实还差蛮远的啊。小红书自然没有在经营国际版嘛，对，它中文版而已。不对，它事实上就是中文版，可是它有统计谁是中国以外的，对，因为它经营的是华人世界，对，所以其实小红书也有点困扰了。因为美国人来注册，那当然就习惯性的发言，那里面有很多是同志，LGBT，所以那个就造成了小红书紧急要去聘用英文审查员，对，这个他一定要处理。那当然也有人故意来闹的，比如说故意来讲64啊，天安门啊，这个比较少数，可是同志很多，所以小红书现在就是必须要赶快让自己有国际审查的能力了，不然我觉得他会受到一定的困扰。所以你觉得川普一定要保住 TikTok 的原因，是因为要让他的支持者有继续的发声管道。那拜登这边如果考虑也要处理 TikTok， 不要让它完全的禁掉，那你觉得拜登考虑的是什么？这样？我觉得他这个只是做个顺水人情啊，因为民主党也有很多年轻人在用 TikTok 啊，那只是对川普相对有利啦。那你拜登不受年轻人欢迎，其实不是拜登啦，贺锦丽啊，是他自己把选战搞砸了嘛。这个不能怪 TikTok 啊。实际上 TikTok 是一个没有亲谁的平台，只是它比较公正，让大家都自由上来啊。那美国其他民主党的媒体不是这样嘛？然后 FB 以前还搞了一个事实认证程序，那动不动就说，川普阵营在说谎。这个 TikTok 没有了 ，TikTok 不会介入，那不会介入就让各种东西都可以上来嘛，好吧？那我觉得 True Social， 我觉得川普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啊，那个完全是同温层，那个太右了，太激烈了。那其实有些年轻人，那这样子说起来，川普脑袋好清楚哦。川普本来就很聪明啊，他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吹牛也都是有策略的，他那个吹牛啦、说大话啦，都有一定的理性的思维在里面。好，所以不要以疯狂来看待他，他是理性的判断他疯狂的程度啊。所以郑源你怎么看呢？因为一个当然就是因为马斯克现象，所以再加上呢，美国的矽谷科技这一批金主们，然后涌向川普，所以拜登呢指的绝对不会是马斯克一个人，而是他看到了那一些矽谷金主开始涌向川普的这个现象。他提出的警告到底只是因为他自己民主党输了，所以呢他在抱怨，还是这个现象真的会成为美国在政治上面形成的浪潮？而 TikTok 现象又说明了哪些事？美国的政治结构超级稳定，只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会变化。你想想看，贝佐斯、祖克伯格上届选举站在哪一党？当然是民主党啊。对，矽谷的所有有钱人全部站在民主党。2016年都站在民主党，2020年也站在民主党。那所以拜登在抱怨的是，我的旧爱怎么跑去变人家的新欢？对，并不是美国的资本结构有所改变，他的捐款、他的动员、他的政治上的一种效果都一样。
只不过是春天在民主党，秋天在共和党这样的差别。所以旧爱已去，发个2句抱怨，这个无伤大雅，也毫无重要，因为毕竟他已经夕阳西下，已无黄昏。在谈这个美国政坛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闹剧就是看到2个老人在斗嘴。一个老人要退下来，我要不断的埋地雷，让你这个新的老人来拆地雷啊！如果你拆的不好，我再找一票人来跟你对骂。他玩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既幼稚又无聊，对国家大政又没有什么帮助。你说，如果今天拜登真的要解决 TikTok 问题的，他早就解决了。怎么看到川普要解决的时候，他抢先一步呢？啊，就是2个在玩游戏嘛，他根本不把这个当做一个重要的政策来考虑。考虑说有多少人在上面带货要生存，多少人做业配可以省广告费，多少人可以促进美国经济的消费力量，这不在他的考虑里面，是考虑你老先生要做什么。阿亮今天早上吃什么？我今天早上就要改吃什么？包括乌克兰政策也不是这样子吗？包括中东政策也是这样子啊，他就完全被我章法，你反对我赞成，我赞成你反对，然后我还弄个坑，你上来好好拆弹，他就玩这个游戏，然后 fair speech 就讲一些好像跟张本对认知差距太大的东西。那简单讲，他就像一个律师对自己的罪行在做辩护。那这个就是美国给我们活生生展现出来一个民主政治最坏的示范。没有人会想到民主政治会堕落到这个地步。那 TikTok 是这样子啦，美国总统有所谓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授权法，那个授权法里面是无边无界的，在半年里面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他只要上来签个字，拜登签个字，19号啊，1月19就要延3个月到4月19就解决啦。那他为什么不签？因为他当时也在官闹，对我不利，一肚子气。现在看看这个功劳不能给这个川普拿去，为什么？因为这些年轻人搞不好会恨民主党、恨拜登一段时间了，他就不想惹这个事嘛。但拜登到了1月18号、19号才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 TikTok 上面的年轻人就原谅拜登了吗？至少只要没有关，他都忘记了。因为年轻人在 TikTok 上面基本上比较非政治性。因为它的议题不像那个脸书X 或者True Social 那种社会性、政治性的议题太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个普通生活老百姓会接触得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会跑去小红书，没有跑去 IG 有时候也会稍微比较政治性的一点。那在这种特殊的结构底下，他想一想，他不政治性也是选票他不是政治性也要接近那不然他到时候要派一堆来修理我找不到方向的影片，我不是那种攻击批评都是 style 不是 substance。你看抖音上面在批评川普的时候，哎呀喝消毒水很好玩就是这些东西。可是政治人物那种英明的形象人设就会被破坏他主要是在人设上面，不是在议题上面。那讨好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川普刚才郑亮兄讲得很对，他也是政治考虑。只要对我有利，我管你是什么新加坡的、什么中国的、美国的，他完全观察是我对我就有利。所以以前川普在上一次选举里面还是要关他，因为对他不利嘛。那现在发现对他有利，2年后马上要集中选举，你说他川普不考虑吗？他也不想要跛脚所以刚才郑亮讲的算一算，站在我这边可以站在我这边的就只有抖音，那我自己去关掉它，不就自断手脚吗？好，那可是因为他的国安顾问里面提到说，只要在那90天，就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它可以延长90天，只要达成一个最好的交易，它就可以持续运作。那这个最好的交易，现在有人猜测说，可能会不会要求 TikTok 必须要把跟这个他的母公司分割，然后卖给马斯克？有人这样子猜测，虽然说 TikTok 立刻的否认，不可能。这你觉得？第一个他本来就跟母公司营运分开，他现在的法律上新加坡的公司，连他的老板张一鸣就拿新加坡的国籍，用的是新加坡的周受资。周受资上次在国会的表现，现在已经变成新加坡年轻人的偶像。新加坡年轻人的偶像不是黄仁勋，不是马斯克，就是周受资。所以周受资已经让这个 TikTok 变成一个新加坡的公司了。那美国知不知道？当然知道。那可是就演算法的系统本身，中国大陆是禁令把它当作专利保护，绝对不可以外流。那你 TikTok 离开这一套演算法的话，
你在中国大陆会就没有意义了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是比美国更大的市场。张一鸣深知如此嘛，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干这个未来可能被指控叛国的事情，没那么人那么笨嘛哦。那这个马斯克如果有的买，他绝对是比买 X 划算嘛。他经营 X 经了那个满头大汗，对不对？啊，现在还是打不平，还不断在裁员。那如果 TikTok 来的话，他如虎添翼，而且他又喜欢搞社会议题、政治议题，那个就是他天生的舞台嘛。但是就中国政府来讲是不可能卖啊，不可能卖。那不可能卖的底下，我觉得目前 TikTok 策略对，那我就把它拉黑嘛。说难听一点 ，TikTok 关掉对中国 GDP 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他请了员工，没有一个中国这个在报税的人啊，然后在美国的收入也没有回到中国啊，他干嘛？对不对？关就关嘛，对中国政府 take easy 啊。好。Yahoo!